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，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。我打算做点100%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。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。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。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，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抠完的鱼骨，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多仔细吧。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时候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一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，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这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盘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见瞎，胳膊几无力了，就要再多做点，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我特别紧实，就这么锤都锤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那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和红油的香辣也烤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来给他们舔一口。我们同学的对象减肥，说挺不住了，要上我们家改善一顿。但是晚上这小子自己来的，他说减肥的人看着这一桌子吃不吃他都生气，索性就干脆没带他对象。完了，他管这种行为叫逼逼带吃。蒸了几个黄金流沙包，就这么说吧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前老丈人的教学能力。完了，烀了个肘子，一半让我炒辣白土豆片了，还有一半让我连着豆角一起焖面了。我们同学还舔脸给对象发视频呢，我心说哥们你可真是刀尖上舔血。天凉了，包了一锅猪肚鸡，完我寻思他俩刚开涮，我再配点青菜。现在菜不知道咋的了，我这一盘芦笋花了20多，卖菜大姐都不好意思了，说小伙你年轻轻的不行，你多吃点肉吧。完我就买5花肉去了，炸了一盘小酥肉，还做了一份锅包虾仁，生生的让他从大盘菜给我吃成小盘菜了。烤了几个凯撒大帝，自己家烤芝士必须得铺满，还烤了一锅旺仔小馒头。这个小烤箱是我头2天在得物买的，我现在看着好看的东西手就刺挠。正好他们也搞双11活动了，我看不少小家电都挺实用，完有的还半价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掏的一下。后来我把所有料都捏一起，烤了一个旺仔开花大馒头。我现在又能找个小学复读，我必是班级中的王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溜包、肚鸡、卤烤、拌好、肘辣土、地鲜、葱参、凯蒂、五肘豆面、小酥、大小旺丸、锅虾。我们同学一边吃一边捣鼓说完了完了，我对象要知道我这顿吃这么好，我可能要恢复单身了。咋的，你又忙活一下午？忙活了一天的流食，我准备开始吃饭了，准备开始发朋友圈了。我今天呢，本来邀请了几个大学生粉丝来家吃饭，但他们哈尔滨 BBQ 了，然后就改成我给他们送饭了。完，我昨天晚上问他们想吃啥，好家伙，1000人心里可能有1000哈梅特，但在寝室里的8个人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他们说哥，我想吃肘子。完，我还蒸了一锅奥尔良鸡腿包，还烤了几个猪蹄儿。我寻思封校了也吃不着了，被孩子馋坏了，但也做了点封校时候能吃的，尤其是这个香煎玉米烙和孜然土豆片。我说你们帮我试一下子，我有一天要是把饭店开在学校门口了，能不能在门口的众多小饭馆当中脱颖而出？给他们带了2罐梅子酒，说想喝凉的就放车里了。然后做了个前帐口的广式炖羊排，他们点了一个辣椒炒肉的小锅饭，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大学生能拒绝这碗饭。完天凉嘛，还做了一个辣酱汤火锅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是把这个电饭煲和火锅连锅端过去。你说这一周盖几个小姐妹围着热气腾腾的吃着多有感觉呀？完他们说哥，你指定是没上过大学，这拿过来就是违规电器。我上没上过大学不说，但我可知道大学生爱打麻将，给他们烤了点麻将款的黄油曲奇。发现了这大学生，你跟他唠4、6级，他就跟你眼神躲闪。你要问他这牌胡啥，他马上精神抖擞，哥这胡对斗啊哥。
来吧，吃香了，广阳、玉酪、紫土、麻饼、汤肘、奥包、焦饭、鱼丝、烤甜儿、辣锅。完健一听说让学校送饭，我弟还特意换身衣服，我俏里哥呀，真是。不过咱说这当代大学生真有素质，这么冷的天提前在楼下等我，完了还给我拿的红肠酸奶，给我整都不好意思了，我一顿表示感谢呀。完人告诉我，你哥俩别动啊，那是给咱奶的。前女友结婚了。我他妈得吃点好，来往这里加生抽、蚝油、白油、老抽，给我抓住你的感情，抓住你的爱，抓走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期待，给我腌了他妈的起锅消油炒鸡儿。他爸说过一句话，我能记一辈子：黑包要放居侯酱和哈卡酱。我太想他爸了，但是他爸现在已经是别人老丈人了，那我就应该放下他爸，重新琢磨别人爸。咱接着整饭啊，这些东西不都回洗了吗？拉了点白酒焖5分钟，然后扒拉下配菜再焖10分钟。这会儿你炒个绿叶菜，最后再怀念一下子，取锅上菜。哎呦我去！展示了啊！哎呦我操，那呼！哎呦我！重新展示一下子，上音乐。你别跟我说这跟你们学校门口那鸡公板一样。我说好几年，那能跟你的破玩意儿一样啊？有彩蛋！我对一只鲍鱼起了恻隐之心，我决定给它一个家，明天看看它能过成什么样。我他妈心疼说那开板一样的榴莲。再见。你想不想吃烤猪蹄儿？那都说男人是大猪蹄子，我一看这俩是我哥们儿啊！你俩谁呢？夯啊！划手了吧？你们比叉下去吧，太他妈难切了。这哥们上辈子应该是个渣男，上辈子就那么地了，你们这辈子还给我伤了，操！料炒香了，给他泡脚，完了酱油、生抽、蚝油、豆瓣酱、山楂片、盐，汗蒸15分钟，开始调料。就这些玩意儿自己看。泡好之后，来给我哥们推个油，不是刷油下药。这20分钟桑拿，这滋滋冒油的能不香吗？烤肉店偷的调料，系上你的围嘴，咱们展示上音乐。挺香。这方子来，你中间一定记他妈扒了一次啊！彩蛋，我终究没救活我的鲍鱼。我本来给他准备了2个小朋友，现在让人家反客为主了。咱们现在一起等他俩长成帝王蟹吧。我还心疼前年丢那榴莲。再见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研究一下，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，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，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要是行的话，就当囤年货了。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种拉丝的状态，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，完了还得手动剔筋膜。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。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，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得越吃劲儿。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，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。他说生命很可贵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后来灌肠的时候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，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的爽，那肉块切的都大，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那种灌肠器。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，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。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，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。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，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，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。这火腿灌完了得风干一下才能煮，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。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烤鸭炉熏呢，它不太好控温，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，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了。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去找了个红肠厂上班去了。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，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。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看着温度添果木。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。不过这玩意儿折腾是折腾，但做出来是真好吃。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，我感觉把我命搭里都值了。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这么拿着啃着吃，实在太爽。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，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。这半夜饿了来2片火腿，再开一罐冰镇饮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？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？